如果我们在大街上看到有人不停地大声喃喃自语，如果他不是在讲电话，我们应该会认为他是个疯子。如果有谁对医生说，我听到脑中有个声音在说话，这个人80%会被判定为精神病。不过这些疯子和精神病跟所谓的正常人其实只有一线之隔。正常人的喃喃自语只是没有发出声音来，人们脑海中总是不停地冒出批评、抱怨、论断、比较、褒贬的声音，这就是心智的喃喃自语。几乎每个人都以相同的方式在自己脑中听见声音，有时甚至同一时间有多种声音交错响起，而人们不知道自己拥有力量可以停止这种不自觉的思维过程，总是让心智永无休止地持续这样的内在独白或对话。而声音也不一定与人们当时身处的情境有关，或许只是在回忆过去或想象未来。我们常常会杞人忧天，对未来有所想象，这就叫做担心。有时担心不仅只有声音，还会伴随着画面产生，这些声音及画面都是心智产生的，而心智受制于过去及集体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，人们透过过去来看待及判断现在，也因此出现了全然扭曲的视野。所以说呢，声音乃是人类自己最大的敌人。许多人任由这样的声音存在于大脑，默默承受它持续不断的折磨，任由它将自己的生命能量抽干，殊不知数不清的泪水和疾病也都是导源于此。那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？好消息是，你是可以从心智束缚中解脱的，这是唯一的真正解脱。尽可能多花时间倾听脑中发出的声音，也就是说，倾听脑中的声音。当一个在场的见证人，倾听的时候，记得保持中立，不要赞扬、谴责、评判任何听到的声音，因为一旦如此，将意味着你只是从前门把他请走，却让他从后门偷溜回来。若能保持中立，你将很快明白声音在那里，而我本事则在此，倾听它，观察它。我本事的体现并非一种想法，而是感知到自我的临在。这样的领悟是从比思维更高的层次产生的。当你倾听思维的时候，不只会意识到该思维，还会意识到你自己，意识到自己是该思维的观察者。此时一个心向度意识产生了，你会感到该思维的背后会有一种意识的存在，那就是你最深层的自我。与此同时，思维丧失了钳制你的力量，并且很快消散，这是因为失去了您的认同，它不再获得能量的灌注，而此刻便是那些强迫性思维终结的开始。当思维消散，你将体验到一些不连续可称为无念的间隙。起初这些间隙转瞬即逝，每次大约只维持几秒钟，但渐渐的间隙会拉长。只要这些间隙出现，你的内心将会感到些许寂静、祥和，这是和本体合而为一的开端，是你回到如本相的开始。而这个状态经常会受到思维的干扰，不过只要持之以恒，寂静祥和的感受会越来越深。事实上，这种深度是无止境的，而你将会感受到一种细微的喜悦从你内在深处升起，那即是本体的喜悦。一旦处于与内在连结的状态，你的意识将更为觉醒，更加清明，你会全然临在，同时还能增强生命能量场的振动频率，让你的身体更有活力。若想与本体连结，除了成为观察者外，还有个方法，那就是专注于当下，也就是全神贯注于此时此刻。这个方法将带给你一种深层的满足感。运用它，你可以把意识从思维活动中抽离出来，
创造一个无念的间隙，在这个间隙里，思绪不复存在，你将进入一种高度觉知的状态。这就是冥想的精义所在。你可以借由任何活动来练习这样的方法，投注你全部的专注力，例如专注于你每一个呼吸或每个动作，做任何事都是如此，专注于每一个感觉、每一个触感、每一个气味。在此过程中，你内在感到平静祥和的程度，便是衡量自己是否真正全神贯注的标准。迈向开悟之旅最重要的一步便是学习摆脱对心智的认同。每当你持续成功创造出一次间隙，你的意识将发散出更为耀眼的光芒。